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新年大瓜，这才是配合赵丽颖在一起的男人。在娱乐圈，许多人辛苦几十年，可能都无法别看见，能走出来并被大家所熟知，真的是少之又少。这里面就包含来自农村的赵丽颖，她在成名的这条路上可谓是非常艰辛，没有资源背景，唯有不敢停歇的努力，终于成为了如今的一线女星。其实自出道开始，赵丽颖就以全部的精力去打拼，经过多年打拼，演技得到不断磨练。其实现如今成为花旦的她，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13年，她在快本中诉说了自己一段往事，提起那段辛酸事时，几度哽咽，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叙述出来。赵丽颖的坚韧和毅力让她在娱乐圈中崭露头角，她的努力得到了认可，逐渐在娱乐圈中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赵丽颖读的学校也只是中专的学历，因为她的家庭和自己的学历不知道遭受了多少人的另眼相看。毕业后的赵丽颖从事的是销售的工作，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反而是更加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进军娱乐圈了。丁子俊、关智斌、赵丽颖曾合作电视剧《追鱼传奇》，于2013年在湖南卫视播出，该剧是2012年开拍的，如今已经过去10年了。赵丽颖是女1号，关智斌是男1号，丁子俊是男2号。当时赵丽颖还没有爆红，所以他们3个人的关系很好。丁子俊是香港丁氏大家族的长子长孙，是香港出了名的富二代，家族的产业涉及钻石、皮具、服装等，财力可是非常的富足。就算有着不输王思聪的后台背景，但在圈中也是非常的低调。他没有依赖家族的背景和财富，而是追随自己内心的热爱，选择了演艺事业。他的低调和谦逊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了一股清流。丁子俊曾放话，谁要是敢欺负丽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他也把这个哥哥做得很称职，尽力给赵丽颖安排最好的戏。据悉，赵丽颖的成名之路，除了本身的实力外，和丁子俊脱不了干系。丁子俊力捧赵丽颖3年不求回报，只因赵丽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女孩。每逢赵丽颖获奖时，丁子俊也会前往现场给予妹妹鼓励，也会亲自给妹妹庆祝生日。赵丽颖这一生能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遇见贵人，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她的出现为赵丽颖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支持。丁子俊是赵丽颖为自己的干妹妹，坚定地站在她的一边，并给予了她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有了丁子俊的支持，赵丽颖的职业生涯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迅速崭露头角，升级为一线女星。丁子俊不仅给予赵丽颖精神上的支持，还向她介绍了许多优质的资源，帮助她在娱乐圈中站稳脚跟。赵丽颖的成功离不开丁子俊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合作不仅让赵丽颖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让她在娱乐圈中建立了珍贵的友情。他们的默契和信任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段佳话。他们的合作不仅展现了赵丽颖的才华和实力，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丁子俊的优秀品质和实力。无论身世如何，只要有坚韧的意志和真挚的支持，梦想就有可能成为现实。丁子俊以他的低调和真诚，成为了赵丽颖事业道路上的伙伴与朋友，他们共同书写着成功与友情的美丽故事。2. 娱乐脱口秀赵丽颖拉满了弓。张艺谋新片第20条在春节档80亿票房收官时迅猛的逆袭，不但成为日票房冠军，也占据了最多的排片。他选择的现实主义题材或许是回到工位的上班族所需要的药方，从晕乎缥缈的都市童话，
旷野传奇中沉下来，去面对鸡零狗碎的日常碾磨。第20条是目前所有贺岁片中最接地气的，也是与最大多数观众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分享公益。这部电影在主旋律命题作文与导演自我表达、贺岁档喜剧内需与严肃题材突破、合家欢情绪与个体真实情绪宣泄中摇摇晃晃中寻找到大家都看得过去，也看得到的平衡点。片中有3个有光彩的女性角色：李茂娟、吕玲玲以及郝秀萍。扮演者马丽和高叶就不多说了，他们在片中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观众对他们最美好的印象，温暖、爽利。而扮演郝秀萍的赵丽颖这次给我的惊喜是最大的，可以说从这个角色开始，她证明了自己在大荧幕的潜力。郝秀萍这个角色是很容易演成工具人的，因为本身就已经自带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情节，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加上聋哑人的身份，常规操作流眼泪，或者动作激烈一些就过去了，在群戏里是能交差的。但是赵丽颖显然并不满足于交作业，她给的更多。如果说角色被侮辱的画面让人不适，还有一些因为妆造的缘故，那么真正展示赵丽颖表现力的戏份，就是在她跑到工地去寻找可能证明丈夫无辜的证人那场戏，如何从求人下跪再到绝望跳楼，这里面的情绪是密密麻麻的，惊涛骇浪的。她求人不仅仅要卖可怜，更要打牌，要让大勇想起来王永强对他平日里不薄，乡土文化里人情之上，郝秀萍就是要让他意识到，如果这一次再龟缩，就是不仁不义。他被村霸们围堵，差一点被软磨硬泡劝说签下和解书，他流下眼泪滴在纸上，是心疼丈夫和女儿，但也有一丝丝轻松。这件地狱级难事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日子是不是可以重启了？当吕玲玲叫停，得知女儿被人绑走，她陷入疯狂的绝望，跑到工地楼顶，企图用自己的生命让村霸没有任何筹码。这里面的情绪就更复杂了。赵丽颖的眼神是在绝望、恨意和坚强中快速切换，可以感受到很多信息。她求死，也是求生的决绝，是一个农村女性千百年来本能的被动式抗争。她就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让村霸从此背上罪责，而不敢再为难自己的女儿。与此同时，也要让法律和执法者惭愧内疚。事实证明，郝秀萍的跳楼让不少村民被唤醒正义感，主动检举村霸恶行。赵丽颖为什么接得住，并且完成度如此高？一方面当然是她足够努力，为了塑造这个角色，相当长时间里就是不说话，跟人交流打手语。而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张艺谋会演。赵丽颖的气质与最黄金时代的某女郎有精神气质的一脉相承，就是坚韧不服的母气质。当郝秀萍极其清瘦的身板朝着工地跑去，我忍不住想到了烧高粱的我奶奶，穿着大红袄子在山坡上飞奔的我母亲，动作的激烈与内心的笃定共同拉满一张弓。现在的赵丽颖距离在大荧幕上独当一面已经蓄势待发，她最需要的外在条件是没有对过工业糖水的真角色，这才是她发力的靶心。